正当他犹豫的时候，湖里的魏无羡却忽然朝某个方向大喊了一句：“好啊，看我这次抓不住你！”还握起拳头使劲砸了2下水面，颇有要拼个鱼死网破的气势。蓝忘机终于忍不住开了口，喊道：“魏婴！”他2人离得远，魏无羡虽是听到了，反应了好一阵儿，才发现站在岸上的蓝忘机，意识到对方喊的是他名字，顿时喜上眉梢，一只手伸出水面，带着一串水花，朝岸边招了招：“咦，蓝湛，可真巧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蓝忘机张了张口似要说话，又考虑到若是想要对方听到，定是得用喊的。他目光环顾一周，放弃了这个想法，照出背上碧尘，稳稳地御剑而起，落在了湖中那条小船上。魏无羡看他身姿轻盈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发自内心的拍手赞叹：“好功夫，不愧是姑苏蓝二公子。”蓝忘机收起碧尘，目光望向魏无羡时，又变得十分平淡，明知故问道：“你在水里做什么？”魏无羡答得不假思索：“玩呐。”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“哦，再找一条鱼。江城那小子跟我打赌，说我肯定逮不住他。你说这怎么能忍？”蓝忘机眉头抽了抽：“这么大的湖，你要如何找？”魏无羡的意道：“蓝湛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片湖里的鱼也是各有各的地盘，就算一时逃得远了，也总归要回来的。我就在这里等着他，不信抓不到。”蓝忘机从没听说过还有这种说法，正要反驳，这时又听魏无羡道：“好蓝湛，你眼力一定厉害，也帮我一起找找呗。”蓝忘机憋了片刻，道：“不合规矩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什么规矩不规矩？莲花坞可不讲究那些东西。”眼珠一转，循循善诱，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小忙了，好不好？毕竟在莲花坞，蓝忘机是客，魏无羡是主。闻言，他语气终于有些松动：“你要我如何帮？”魏无羡喜道：“简单简单，脱衣服下水一起找。”蓝忘机脱口而出：“荒唐！”魏无羡逮着机会不放，不依不饶地歪曲事实：“蓝湛，刚明明是你答应了要帮我的，现在又反悔。不是都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吗？”蓝忘机一时语塞，实在笑话，他怎么可能做出光着膀子下水这种粗俗的事？魏无羡心中深觉逗他实在有趣，面上更是故意做出失望的样子：“算了算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勉强你？你走吧，我自己找。”说完了，快憋不住笑，赶紧转过身去。此景在蓝忘机心里自然落了个别样的意思，他兀自纠结一阵，终于妥协：“那我在这里帮你找。”魏无羡咦了一声，回过头：“只用看的。”蓝忘机点点头，再次照出碧尘，足尖一点，立在那勃勃剑身之上，略略升高了一些，凝神望向水面。魏无羡一手搭住船沿，半身还浸在水中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明明是同他一般大的少年，却总显出几分老成的味道。好在此时叫阳光柔和了那已显出几分锋利的棱角，衬托出这个年纪该有的青涩来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御剑的身姿，目光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周身丰沛流转的灵力，不禁心道：姑苏果然是个厉害的地方，怪不得打算把我们送去听学。可想想蓝忘机的性格，难免又觉得有些敬谢不敏。最后他自我安慰道：好山好水养美人，美人总归是有特权的。这时忽然听空中的美人开了口：在那里。其实魏无羡根本没指望蓝忘机把鱼找出来，不过是逗逗他玩而已。此时当然也没想到，居然真的被他寻到了，是以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来了句：什么？蓝忘机沉默不语，手上聚起一道灵力，并指向一个地方，冰蓝的光芒转瞬间就要射出。魏无羡回过神来，忙道：别！同时赶紧一头潜入水中，循着蓝忘机指出的方向扎了过去。那道蓝光本是来势汹汹地冲入水中的，听到魏无羡的话，忽然就收了势，像一道晕开的水墨，柔和地和湖水化在了一起。魏无羡百忙之中还感慨了一句：蓝湛真是功夫到家，收放自如，一边用最快的速度在水中潜游。丛生的摇曳水草间，他果真看见了那尾心心念念的大鲤鱼。好啊，可算让我找到了，这次你还能逃到哪里去？魏无羡猛地一个蹬腿，双手用力划开水波，
直向鲤鱼的藏身之处游去。话说蓝忘机还欲建立在半空中，静静地望着脚下水面。莲花出淤泥，湖水因此不似山间溪流那般清澈，却也能模糊瞧见水下情状。绿叶红莲之下，是少年被水波勾勒而出的矫健身姿，似是常年在太阳下奔跑，不是白瓷玉石样的洁净，染了几分生机勃勃的麦色。那般生气蓬勃，是在云深不知处从不曾见过的情景，仿佛将青春所有的肆意与张扬都尽数吸收了去，在动作的收放开合间，洋洋洒洒地输进眼帘。他追着一尾游鱼而去，却灵活的仿佛他才是那条鱼儿。黑色的长发随着水波荡漾，温柔地拂过脊背，细瘦却有力的小腿蹬开又收回，没两下又叫水面连叶遮了去，像藏起了鱼儿灵活的尾巴。